今天，习近平冒着乌克兰空袭的危险面见普京，摆明要对抗单边主义和强权霸凌，要与普京共同挑起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任，捍卫正确二战史观。看来，这场从红场阅兵拉开的世纪大战正在递进。习近平不敢单挑川普，想拉普京下水。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我们看到，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中，中共党魁习近平通篇都在读稿速度缓慢。他说，80年前，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巨大。现在国际上刮起单边主义和强权霸凌的逆风，中方将会与俄方共同担负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责任，捍卫正确二战史观，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携手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台湾时评人员、资深律师童文勋指出，习近平的讲话每一个字都经不起推敲，全篇都是历史谎言和对国际局势的忧虑。习近平到底心虚什么？他这样做不但于事无补，更无异于引火烧身。可以看出，习近平非常心急，想拿到抗日战争的话语权，要捍卫所谓的正确二战史观，说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关键的疑问是，这个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吗？对日抗战，中共又出了多少力呢？相比之下，国军在对日军作战中有多少将军阵亡，多少军人死伤？历史记载表明，国军总共牺牲了380万人，其中包括11名上将，张自忠将军就是著名的一位，34名中将和50名少将。8年抗战，国军与日军大型会战22场，大型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38931次，空军阵亡4321人，战机损失2468架，海军损失殆尽。中国共产党说蒋介石下山摘桃子，摘取抗战胜利果实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加拿大华裔作家盛学指出，习近平的这番话并不是空泛的外交辞令，而是习近平当局、中共政权现在在面对整个国际合法性危机、历史叙述的失控，与他自己的权力结构在动摇时候的一种权力的巩固。为什么中共有这样的一种焦虑？首先，中共并不是二战胜利国，因为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中共当时还没有建立政权，还没有执政。那么当时中国的代表席位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5年联合国宪章签署的时候，当时的常任理事国是中华民国。直到1971年，联合国通过了一项政治性的投票，就是联大的2758号决议。那么这个决议是导致将中华民国排除，将中共政权纳入了联合国的系统，并直接取代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这个席位。但是这个投票不是一个法律裁决，而是当时在联合国一个多数国家的政治性的选择。那么现在习近平反复强调二战成果、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等等，其实就是企图用历史的胜利者的标签给他自己进行一种合法性的重新的洗白。因为如果是用世界战后秩序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情况的话，那么显然中共它并不具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可是他现在是要用他目前的这种话语来掩盖他政权非法性继承的这样的一个原罪。这是习近平在试图垄断正确的二战史观，这关系到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盛学解释说，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其实是完全建立在一个虚无的、一个空虚的基础上的，所以说他才需要一遍一遍的去强调。那么特别在中国境内，用他所完全垄断的话语权来去硬把这样的概念灌输到人们的头脑当中，去掩盖中共在二战中的角色其实是非常的边缘化的。
盛雪继续解释说，这里有一个复杂性的历史原因，在中日战争中，中共并没有参与全面抗战，而是一直与苏联勾兑，与苏联合作，甚至建立了什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完全是出卖主权的一个做法。中共如何去直接继承这样的一个政权呢？主要还是要否定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创始中的正当地位。而习近平现在使劲宣扬的什么弘扬正确二战史观，也是对国际社会，尤其是现在自由民主国家历史观念的一种反击。中共非常害怕，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去强调要还原那个时段的真实历史。习近平更心急的可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在这方面，美国现任政府已经连续敲打了中共。打出第一棒的是美国驻联合国官员吴婷，这是一位华裔女性，会说中国话。今年4月23号，她在联合国安理会严厉抨击中共的长期单边不公平贸易，一边自称发展中国家，一边利用捐助国地位和发展计划欺凌发展中国家。他指责中共滥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孤立台湾。他用中国话直视中共官员说，中国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霸气表现让台湾民众叫好。这是一个非正式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是中共常任联合国代表傅聪发起的，本想借机抨击美国，却遭到无情打脸。第二棒就是美国众议院5月5号全数通过的2项有台法案，其中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明确拒绝中共对台湾拥有主权的说法。最重的一棒是川普亲自打出的。5月4号，川普在空军1号专机上对媒体直言，与中共建交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今天的联合国为什么搞得一团糟呢？就是中共窃取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所造成的。中共在这个位置上拉帮结伙，霸凌其他国家，甚至敲诈美国，削弱美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这些混乱就是尼克松和中共接触所带来的。既然联合国已经成了反美机构，川普总统2月4号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签署退出联合国机构的行政命令时说，联合国至今还没有发挥其巨大潜力，对一些行径恶劣的国家给予关照太多，辜负了人们对他的希望。联合国2月5号发文说，根据川普总统最新指令，美国将不再对人权理事会提供资助，并认为这是美国与联合国关系又一波动的标志。川普2017年就说过，联合国如果不能有效行使职责，就必须进行改革。盛雪认为，川普总统非常有序地做着这一切，对二战之后整个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结构进行系统性的重构。二战之后，联合国犯了很多错误，一上来它就有一个先天缺陷。首先把苏联这个共产大国作为联合国的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1971年之后，又把中华民国赶走，把中共接纳进来，就变成联合国有2个共产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会是一票否决制，从此以后，联合国很难有任何对自由、民主、人权和整个世界良好秩序维护的决议，因为有中共和苏联在里面。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始终没有能够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最终发动了对乌克兰的战争。盛雪指出，川普虽然说在退出联合国的这些架构，他同时是在要去重建一个更加有价值观制约的、更加有效力的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联盟。好像他也提出了一些构想，比如他提到过一个叫做 Free Nations Alliance 自由国家联盟。他现在在经济上也在做一种去中国化的新的供应链的战略。所以说整个的进展，我是觉得让人们看到，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和专制独裁恐怖主义共产主义的这种对立对抗是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尖锐。
也就是说，要改革联合国，首先必须把中共这个毒瘤清除出去。你认为是这样吗？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